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从现在开始，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了。那么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请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这个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因为之前有过几次，我这个声音这个直播软件没有弄好，然后造成大家那边听不到，我都说了10几分钟了，然后对面听不到，这就很尴尬了。所以每次都需要确认一下，这样就不至于。好的，谢谢秦朋友帮忙确认。我们开始，赶紧的简单说一下这个。好的，感谢大家的确认。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首先就是我在上周或者在周末复盘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位置首先不要追它，对吧？因为它是一个从日线上4835，这是 A 中枢，然后一个小 B 段离开，然后一个回撤，刚好是一个0.382的位置，然后现在又生长出来一笔了。虽然说最近这一笔生长的力度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就是要么就是再次突破6920，那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出现盘整背驰之后可能回来，这是一种情况，这是突破历史的这个高点，或者说就不突破，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然后我们之前又分析过这个最后这一笔的内部，我们之前看的是30分钟，在30分钟上它刚好是一个3段，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刚好是第三段有背驰了，对吧？然后开始出现回落。我们在这个位置就说，这一段你不要去追它，因为它前面这个虽然说你看着这个回落比较多，但是有效的回落，因为它好多都是有包含关系的，比较碎。严格定义的话就是3段，或者说你把前面这一段回落当成一个回落的话，那也是一个1、2、3、4、5，也是个5，对吧？所以这个位置你要去追的话，就比较尴尬了，因为它就是一个背驰段。那么现在它回来了，现在在30分钟上它回来了，然后现在这里有一个30分钟的一个中枢，因为这个本周最重要的就是周三的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看看是不是要继续降息，还有就是说这个美联储主席答记者会上的一些讲话，这个是市场关注度现在最高的。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现在还看不到什么其他的事件能够推动它快速下杀，对吧？所以说，牛市的节奏就是快跌慢涨。它快杀的时候，这个位置它可以形成快杀的，快速往下砸个几天，对吧？然后这里形成这个所谓的 B 中枢，这是下面这是 A 中枢，然后再往上走也可以的。所以这个位置一定不要追它。如果说形成快杀的话，那你就找位置，比如说它砸到了120均、200均，上面这是200均，下面这是120均。均线这个位置，那你就用小周期的去做多，不要去割肉在这个位置。好的，这是整体这个指数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周三的这个利率决议，看它到底是怎么选。那么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来看，有一个叫 Meta Game 的朋友问 WWR，石墨是吧？做石墨的一个公司。这个股票我们没有分析过。但是呢，一个 1.03 一个小票，现在我们简单看一下，它这个从3块多 3.75 一直阴跌，这就是典型的阴跌，你发现没有？就是虽然说前面涨幅非常大，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倒 V 给你砸回来，回到之前那个平台里面来了。那么你如果说按照中枢理论的话，其实就是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嘛。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就砸回来了而已，你发现没有？你看它砸回来的位置，刚好在中枢上沿这个位置。所以说，虽然说它涨得非常大，并不代表拉不回来，这就是缠论厉害的地方，对吧？你只要没有出现3买或者说3卖，在中枢上方出现3买，或者在中枢下方出现3卖，它都可以被拉回来，这就是缠论厉害。那么现在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那么它完全可以走反向。对吧？那你这样的话，这个反弹就要看它的力度了。如果说这个反弹非常弱的话，因为现在
离这个0.382还非常非常远，空间还非常大。如果说拉不上去，那就可能再来一个背驰，来一个日线的一个盘整背驰，甚至是5段的背驰，甚至是带中枢的，这都不知道。但是目前这段现在的这个力度，没有明显起来。虽然说 MACD 有点张口的迹象，但是还是偏弱。所以这种票的话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它整体的盘子非常小。这个如果说没有什么题材概念炒作的话，机构是不会去做它的。现在，因为现在的主流题材都是，它虽然说是做石墨的是吧，但是不知道跟 AI 的相关度有多高。但是主流的没有机构往里进去，你这个前面这里它炒作了一段，不知道是什么题材吧。如果说你要关注它的话，应该比较熟悉它。但是现在其实就是一个炒作了完一段了，哎呀，然后又回来了，基本上就没有持续性，没有延续性，这种票就难做。所以说你要做多的话，就稍微的小心一点。那么它平时的波动的话也不大，有的时候可能是5%点几，我看它平时大部分时间在3%到5%左右。所以这种票就，量力而为，能操作就操作，不能操作就这个场外关注也比较好。但是整体来讲，我们建议是做主流行业，做市场关注度最高的板块，对吧？就是 AI 相关的这些，你这些东西，容易做起来容易，因为这里面大机构多，然后你那个操作起来的话相对容易一些。虽然说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会不会集中度高啊？集中度高说明这个行业大家能够看得到，比如说短期3-5年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前景，大家才会进。你这个石墨也好，当然我对这个基本面是不了解的，可能是机构看不到它也不会去做它的，对吧？就是我们是做主流行业，做最清晰的主线，做板块最清晰的板块，这是最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RAB 这个秦朋友问的，也就是我所谓的最清晰的板块，它是什么呢？它的主营业务是给 AI 还有这些云计算的基础设施提供这个，尤其是这个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高速的这个 retimer， 熟悉这个行业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所以说它在这个重定时器领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那么也是受益于这个 AI 相关的。你看它的整体的大的图形，你会发现它是缓慢抬升的，尤其在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它上市当然不是很久了，是在这是5月份，这是2024年5月份才上市。但是你看它的整体的这个图形的这个重心，它的重心是往上抬的，对吧？这个底部是慢慢抬高的，这是一个我们要的这种图形，或者这种行业，或者这种公司。那么我们在周线上，这个我们之前好像简单分析过，周线上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甚至是这个中枢可能是月线大中枢，我们看一下，是周线的一个中枢。然后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回落，还是周线现在潜在的一个3买，因为这个新的一笔还没有生成，所以说你2个方向都要看。然后日线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2个方向都要看，一是262的一个下跌延续，二是要看这个131上涨的这个可能。那么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日线上这里有一个中枢了，然后这笔反弹没回去，但是它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修复的一个情况，这个 MACD 明显是张嘴，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张口，张口大的时候动能是强的，你就这个买回落，简单操作的话就是买回落。那么等到它到了0轴附近的时候，开始选方向了，你再开始停顿一下，对吧？所以这种大的回落的时候，你反而是一个好的这个进场的短线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反而是你应该进场的，因为它是一个停顿，在小周期里面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看过，这是在小周期里面做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然后现在开始尝试离开，张口也是在0轴以上开始张口能力很大，说明这个小周期动能很强啊。那么我们之前在分析的时候，应该忘了在哪个位置了，应该大概在这个位置还是在哪儿？那么现在就是看它能不能够再次有力度的往上走。那么这里你看它明显又是有一个中枢，也就是说在15分钟上或者5分钟上有一个中枢。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也就是说它的次级别这里有一个中枢，它的离开段明显不背驰，所以说它完全可以在上面再做一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到这个附近，对吧？
那这样的话，这一笔可以结束了。这一笔结束，看它再次回落，是不是能够形成3买，还是说直接砸回来，还是说直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对吧？所以你现在就是盯着这个15分钟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中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中枢？你去看15分钟或者5分钟，这里是肯定是有中枢的，然后这里还有个小3买，然后现在开始离开，对吧？这个离开段现在是强的，它完全可以在上面再做出一个中枢来，这个才可能结束。所以说它现在15分钟上或者5分钟上它没结束呢。你看这个5分钟上就更那什么了，5分钟上它就相对的就有扩张中枢出现了，就3个了。所以看15分钟的话，相对能干净一点，能那个图形上能够清净一点，或者说能图形上能够简洁一些。最下面的中枢就比较明显。所以说这就是利用那个多周期的15分钟结合1小时，然后再结合日线，对吧？这个日线上它完全可以再次突破182.53，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然后回来给你个2买再上去。它明显这个张口张得很大，所以说现在你不能说131这个上涨就结束了，它也可以是不回去，然后一个再给就是不回到这个中枢给你个2买也可以，对吧？所以说我的针对这种票的话，就是尽量做买它的回撤，而不是去做空它。做空当然也有利润，你也能吃到。但是就相对的难一些，或者说相对的，这个你没有办法，没有像做多买回落拿的更舒坦，对吧？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ALAB，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英特尔，在哪儿买入合适？英特尔的话，我们之前是我们在这里是跟踪过，后来跳空起来之后就很少跟了。那么我们看它的这个大周期上它刚好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44点。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现在月线上最近这个突破最高点在 44.02， 刚好是回到了月线那个中枢里面了。就是说从下面这个 17.67 反弹这一笔刚好回到这里面来了，也就是说现在还是在月线上做这个月线的大中枢震荡，它月线上完全可以很深的回踩一次，给你一个2买，然后再往上走，那你是从这里才可以断开，对吧？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季度的一笔下和季度的一笔上，或者说是直接再次跌破这个最低点，也是就是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现在毕竟美国政府已经入股了这个英特尔了，对吧？所以说你要做的话，最好就是我们现在要关注就是这一笔结束没？虽然说它回到了这个月线的大中枢里面来，但是完全是可以小周期里面有一些震荡，对吧？这个小周期里面有一些震荡，然后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那么周线上，我们看它周线的还是一笔，从这个 17.67 到最高点还是一笔。那么看它的这个日线上结构就多了，就比较这个可以说的就多了，把这个结构给它补全。尤其在日线上，它还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我们看它日线结构，这是 17.67， 这进入段开始在这做中枢，然后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没出那个英伟达要跟英特尔合作的那个消息呢，对吧？当时只是说这个美国政府要入股了10%，但这个位置肯定是有人知道英伟达要那个入股还是怎么着的。然后在这里停顿了一些，尤其在这个中枢上方，它做了一个次级别，这个的小中枢是一个次级别1小时的一个中枢，对吧？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这个中枢结构之后，然后开始往上拉升，通过这个英伟达是入股也好还是怎样也好，当时一个大新闻上去了。那么现在它在日线上形成了一个背驰了，从这个起涨点的话，正好3段，看到没有？这正好是3段背驰。你要想进的话，现在最好是等它再回落一笔，这里回落一笔，也就是说要在这里做第2个中枢，这是第1个中枢，就是日线的比中枢的话，下面是第1个，这就是日线，在这里做第2个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往上选，还是说在这里做的中枢盘的时间更大。但现在做它的话，毕竟它这个回落的话没有办法预测它的周期呀，它完全可以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跌破32.89，做一个这种扩张型的中枢。因为第1个中枢是收缩的，
一般都是第一个中枢如果是收缩型的，第二个容易是形成扩张型的。一般的中枢是这种，就是这个没有100%的对应性，或者说是相反的。如果说第一个中枢是扩张的，第二个中枢容易形成这个收缩的。但是呢，这都是一个大概率，或者说这是个经验之谈吧。但是没有100%对应性，所以现在做它的话就需要耐心等了。你起码要给一个日的底分型之后，我才好往里进。然后这个底分型你还要再判断一下是不是一个中继的，还是说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底分型，然后再上。但整体来讲，这个只要它的现在基本面在变好，毕竟有美国政府托底的话，毕竟芯片行业是属于国家战略，对吧？长期来看，它倒闭是肯定，就像那个波音似的，就是 too big to fail， 就是太大不能倒。所以说，基本面在慢慢向好的，就看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利好关系，就是利好消息来推动它的股价上涨。但整体来讲，现在最大的这个利润或者最重要的这些消息基本上都出来了。做它的话，你就要忍受这个在这里它在这里震。但整体来讲，大方向可能是好的，但是短期的话，现在重大的突破已经那个过去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英特尔。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有一位朋友 Susan 问这个 Netflix 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它图形的话，就是最近关于他们在收购这个WBD 吧，是叫 WBD，对。在收购这个公司的时候，虽然说，这个公司已经同意收购这个，被这个 Netflix 收购，但是呢，因为美国这个现在监管是比较严的，那么如果说，最近这个特朗普也蹦出来了，说那个他们收购可能会有问题，因为监管的原因吧，然后这个，呃。造成今天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下跌，对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那个甲骨文的老板，Larry Ellison，他们也要他们家族的公司，也要收购这个，因为他那个谁，甲骨文老板跟特朗普关系很好，之前他们要收购这个 TikTok。所以说你能看得出来，这里面有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个因素影响这个收购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个收购不能够成型的话，因为今天甲骨文他们那个公司也出了一个价格，说是他们的监管影响更小，然后他们也能出得起价格，也可能要给同样的价格还是同样的这个什么原因？就是基本面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现在对 Netflix 来讲，就是这个监管，如果说收购不成的话，可能对它的一个业务有一些打击吧。但是呢，图形上的话，我们看它这个周线上是2个中枢的一个趋势上，从这个最低点，这是一个 A 中枢，这是一个 B 中枢，现在快回来了，你看到没有？虽然说前面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我们看这个回落的话，也勉强吧，因为它这里有一些包含关系处理，但是是勉强可以当成3段的。如果说，而且这个第3段还不背驰，如果说你当成3段处理的话，这就是一个周的2脉。3的话，这个第3段是不背驰的，对吧？如果说你这个里面不当成一笔反弹的话，那就是一笔下来。一笔下来的话，离这个中枢现在是非常近。打回到中枢里来，可能性比较高一点，94.18，就是说砸回到中枢里面来之后，再看它，如果说这一笔就砸回来，看它弹这一次能不能够再次突破也好，还是说围绕这个大的周线中枢继续震也好。所以你假使要进的话，最好等它回到中枢里面来以后，对吧？因为你这里如果当成一笔反弹的话，那就是周2脉它不背驰啊，就是这3段不背驰。如果说当成一个周的3笔的话，我们测一下，对吧？它跌破了107.07，意味着这个第3段的空间比前面的空间大，它不背驰。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3段内部呢，
那么就是两种方法来分析了，一就是这个同级别分解，那就是以中枢，那就是这里有一个日线中枢，然后这是一个1、2、3段离开。如果说按照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周线的这个方法的话，那就要切换一下，这个就要变一下，那就是变成了什么呢？中枢这个跑这儿来了，因为前面这是一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周线的2脉，然后这个是进入段，然后这样的3段一个，然后也是带一个3脉，对吧？现在你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哎，也是一个关键的等比例的位置，96.32。现在是在这个看今天能不能收回来，如果能收回到这个之上的话，就是收在这个位置，可能做一个空头陷阱，但是整体表达并不强，就是这段整体表达并不好。你看它这个 MACD 已经是，不但没有拐头回去，这里不但没有拐头上去，还是拐头向下走，说明这个现在市场普遍对这个收购通过监管的可能性比较小，或者说阻力比较大吧，所以说比较悲观。就是大家即使在这么已经跌了这么多的情况下，还要卖的原因就是不看好它嘛，对吧？就是你要是想进的话，无非就是赌这个，或者你长期看好它也可以，或者说你要赌它能通过监管的话，那你就要忍受，那你就建议就是分批买。但是呢，最好是更稳妥，就是先出一个底分型，我再买一点，然后如果说破了的话，然后再出第2个底分型，我再买一点，然后再破了的话，我再出底分型，我再买一点，就分3次。如果说拿不准的话，但是你又长期看好它的话，又怕错过上涨的话，那你就分3次来。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如果说特朗普在里面做梗的话，他们收购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对吧？所以说，除非你是特别看好这个，我反正是不建议现在进。你可以拿点小仓位玩一玩，毕竟它现在波动比较大。但是没有明显改变的时候，我宁可让它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回到这个周线中枢里面来，稳当了再买都不迟，对吧？毕竟基本面出现这种大的情况，它不够明朗的时候。你等这些机构争完了，他们有方向了，你再进都来得及的，对吧？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Netflix， 我看大家的提问代码都分析完了，还有将近6、7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你们可以继续提问，然后我们可以今天看一下这个 VIX。我最近发现这个 VIX 还挺有意思，它已经这个被压到了120天和200天下面来了，然后这个也开始往这个 MACD 下面走。那么这样的话，反过来看，如果说它是要弹一次到这个这个利率决议这儿，还是说是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可上可下，相当于它就是在0轴以下附近。如果说能够交叉继续抬高往上走，那就可能能突一下，对吧？然后如果说因为这个利率决议这个继续加息的话，它可能再砸一下，但是离底部，你看前面这个，这是我们看它的价格，这个位置并不远，15吧，离15这个位置并不远，也就意味着指数那面如果说再出现高点的话，就很有可能是一个大的背驰，然后往下来，也告诉我们。如果说它真到了这个15 VIX 附近的话，那个指数里面你千万不要去追它，很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头部，对吧？因为它已经在这个前面在这里已经在这里横了很多次都没有下得去，说明在15附近大家都不看好指数那边继续往上涨，或者说比较偏高了，估值有点高了，所以都去买这个option 做空的对冲来。所以说，如果说一旦到了15附近，那么绝对是一个可能要铁来一下的这个位置。好的，那么大家有一个朋友问这个 RKLB，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我们当时是应该是说，现在是周线上做了2次回档，就是从这个起涨点的话，
这是一个12345，然后这个回档的话，现在也是2次回档，这里有希望做一个周线中枢了。但现在这个周线这个反弹这一笔还没出来，但是有希望。现在这个是37.57，现在这个是只有4根，对吧？我也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那么这个反弹，但是日线上这个反弹现在是一个4的反弹，就是4浪，1、2、3、4的反弹，第4笔反弹，现在是快到0.5了，也站到了这个120天和200天之上。现在这个就这段的反弹还起，你看它强的时候，你会明显看到它强，看到吧？我就说的这种，它强势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它是强的，张口张得很大，然后柱子长度开始都在每天都在伸长。说明它这个小周期，这明显是一个1、2、3段，这个3是没被持的，这1小时上的3是没被持，然后它可以完全再来一个5，对吧？可以冲到56，但只要碰不到这个58.41，就前面这个低点的话，都是在做1、2、3、4，然后做5。一般这种不被持的时候，这个4啊，什么时候进？不是说不可以进，而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进，就是说它明显表达强的时候，我们可以趁最后这几分钟时间看一下这个小周期上，做一个类似一个复盘动作，就是这种情况你什么时候可以进？那么在一般，因为我一般建议是这个4，就是3强的时候，4弱反是不去参与的。但是如果说想参与的话，又想那个找机会的话，就要在小周期上发现它强。那1小时上，这是一个1、2、3，对吧？那么这段是发生了变化，就是这个位置发生了变化。30分钟。这里是做了一个下上下，对吧？30分钟这里是做了一个中枢，然后它开始表达强的时候是开始从这个位置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它前面这个，这个价格，我看它是形成了一个，应该是形成了一个三脉。这个最低价41.38。41.29，啊，它这个就这个三脉在当下的时候是形成了，然后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但问题是它这笔反弹是不够的，所以说你就要一笔画到这里。那么它这个起涨点在这，就这段的时候开始变强，那么你需要比较一下它的进入段跟离开段。当时的这个进入段是直接在这里，然后离开段，你看它强就直接就一根 K 线从0.018顶到了等比例这儿，然后在这里又给你一次回落，所以说这个回落是虽然说你看着这段小，但是它是有明确意义的，因为这段出现了不被持状态，跟前面这段比较不被持的时候，就是这个你是可以做的。虽然说它的空间现在看并不大，但是你是有这个理论依据的，因为这是一个三买啊，它这是现在这个小空间涨了8%。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明确的就在这个出现强势表达的时候，你能够跟进的话，就利用更小周期，因为现在看的是30分钟，你如果去这个5分钟上或者说15分钟上看这段的话，如果说你发现它强的时候，也可以提前进一点，然后它再次回落没回来，形成了这个的三买，可以再补嘛。但是后面就是这个8%比你一直在这里做这个震荡拿的要舒服的，就是这就是明确的出现强的时候我买回落，然后后面更容易一些。就这种做这种交易，你可能赚的更容易，而不像说哦它没有明确表达的时候在这里一直震，你赌它往上走，对吧？我们不需要赌，我们是要看到市场有明确的选择，你这时候去做交易的话，因为强势就多头强势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做多，对吧？但是如果说它在这一直震，多空都没有选择方向的时候，那你可以不做。如果说有这个时间和这个又有那个精力的话，可以去做短线，但是这个是非常累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它完全这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三段了吗？那么就看它这个能不能够再次往上。你现在是还在0轴以上，这里如果说来个空中加油，能够再继续往上突的话，那就是这个第三段没结束，可以去一个比如说一个等比例的一个位置，然后在这里再回落，甚至是来一个5段也可以。
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弱的，因为现在这完全是可以再继续往下走嘛。那如果说出现30分钟背驰往下来，那就是在这里再做第2个中枢了，对吧？所以说，禅师一般建议是小散户就做3买或者3卖，因为3买虽然说看着它空间并不大，但是这个是确定性强一些。3买和3卖都是单边段，就是单边的情况，你的资金利用率就更高一些。不是说你这个只做一只股票的3买和3卖，你可以做一个股票池，只做你股票池里面看好的。所有的这些我只做3买和3卖，出现3卖的时候我去做空它，出现3买的时候我去做多它，你就来回折腾。这样的话，你的资金利用率比你这个只做震荡的时候可能更强，可能也轻松很多。但是呢，唯一的要注意就是你判断错了3买，对吧？你判断这个位置是3买，但是它又继续往下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你的这个执行力了，是要止损呢，还是说是要硬扛啊？这就看你这个在纪律方面的一个重要性就比较高了。但是这就是比较适合又有时间又有闲钱的人。如果说你选好了基本面，只做几只的话，那这个方法是不适合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3买和3卖，除非是你能够做更小周期的，因为在更小周期它的这个机会就更多。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次再见。